生要闯过多少关，终究是情字最难。如果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我们如孤帆，飘摇着寻找岸，跋涉过了万水千山，又何惧命运的霜寒？若长夜几山，我便为何战？怎么回事？冥界公子醒了，可他一直喊疼。我今早点了提壶香，也熬了汤药，可我怎么都喂不进去，是不是得禀告谷主啊？谷主昨夜与霍七公子饮酒到深夜，此刻估计正睡着呢。还是得请谷主来。我现在就去找谷主。哎，别声张，不能让霍七公子知道冥界公子就在谷中。你们先在这儿守着。一生一世一人一心一瞬的温暖，一点一滴一天一年往事片段，聚散悲欢人世万般，回首望来去风雪从人也无憾。哇，天哪！这怎么回事？这……嘘！刚刚是我眼花了吗？双红，你看到了吧？我从未见过谷主睡得如此安静。以前生了再大的火，也总是嚷嚷着冷，半夜3更睡不着，起来就不停地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所以，现在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可是秋之院那边的病人，你劝兰兰和小程再点一炉提壶香，我在这守着，待谷主醒来我就告诉他。去吧。好。是因是果是劫是缘是宿命纠缠，前尘如幻，此生不堪不该一人，觥筹几盏，雪落几晚，前尘往事随夜色阑珊，一生一世一人一心一瞬的温暖，一点一滴一天一年往事片段，聚散悲欢人世万般，回首望来去风雪从然也无憾。回望也无憾。你干什么呀，霍长白？我干什么了？昨天我想送你回房间的，但我看你睡着了，我便……看我睡得熟，所以想让我多睡会儿。是啊，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，就不用发火了吧？口说无凭，如何证明？这我要怎么证明啊？昨夜你我都喝多了，我想送你回屋，可是你又别说了，不是你让我说的吗？怎么还翻脸不认人呢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翻脸不认人。怎么还打人呢？我好歹是个病人吧？谷主，双红，你来的正好，把他给我关起来，等药熬好了，把他赶出谷去。是谷主。谷主，秋之院那边。霍七公子，都1夜了，你也赶紧回屋歇息吧。切，这个女人，昨夜还像猫一样乖巧，今天起来像变了个人似的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哎，哦，脚慢了，啊，啊。 明介，你怎么蹲在这儿？你需要好好休息，快去躺下。别过来！我不是冥界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明介，你应该已经恢复一部分记忆了，怎么还会这么问？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不是假的，明介。 是我回来了。我是小叶姐姐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 这簪子是你的？没错。我还未曾问过你，这簪子怎么会在你那儿？这是我去药师谷在雪地里捡到的。你为何要捡它？你是不是记得这个簪子？我只是觉得这声音很熟悉而已。 难怪以前我去找你，隔着老远你便唤我。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你总是不肯说。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你一定是听到了这个簪子上的叮当声，是不是？难道这就是我每夜睡得安稳的原因？明介，你既然捡起了这个簪子。 就说明你的记忆深处是记得我的，记得魔家村的。是我的眼睛，明介，我不怕你的眼睛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冥界。听着，马上把龙血珠给我，否则我杀了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冥界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你竟连自己的回忆都不相信了吗？难道这就是元夷宫修罗场里的杀手吗？这么多年以来，你到底受了什么样的折磨？难道还在生我的气？霍公子，该吃饭了。
小金姑娘，你们谷主还在生气呢？我不知道。那他在夏之园呢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叫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小金姑娘，据我所知，你们谷主在治疗病人，对吧？风绿姑娘可都跟我说了。风绿姐姐都告诉你了？当然跟我说了。我和你们谷主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好瞒着我的？可是谷主说，这事不能告诉霍七公子的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秋之院那个病人，我不知道。哎，小金姑娘，这秋之院突然冒出个病人，还要瞒着我。霍七公子，在里边呢。谷主在给病人诊治，你还是去夏之园等谷主吧。没事儿，在这等一样。谷主，谷主，用绳子捆住他，以防他煽动伤人。是。薛谷主，请留步。何事？想跟你讨个说法。什么说法？薛谷主，薛谷主身为医者，却对病人厚此薄彼。这有的病人小心翼翼，生怕扰了；而有的病人，却是又骂又吼，还拿糕点伺候，又是添了心伤啊！还不是有的病人懂礼数，知进退，而有的病人仗着自己来谷中次数多了，脸皮越发厚了。所以那秋之院真的有位病人啊？是，又如何？何其重要的病人？无非是钱多的，长得俊的。哎，那你收治他，是因为银子多呢，还是长得俊呢？都有。都有。你为何如此关心谷中的病人？不如安排你二人见上一见。哎，也不是不行。只是那人患有麻风病，你若是想见他的话呢，便收拾好行囊去他的屋里，他什么时候痊愈，你便什么时候出来。麻风病？怎么，问东问西的，你是闲着没事吗？没有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既然药已经集齐了，何时才能炼药呢？正在赶制当中，眼下正好缺一位党参入药，不如你随我去后山采药吧。好啊。药连药铲、锄头、药刀都放在里边了，还有谷主的手炉也在里边。我们谷主就交给你了，霍公子。你放心吧，我定会照顾好他的。刚刚我试图给冥界拔出第二根金针，但是由于他情绪过于激动，未能完成。但是他神庭穴的位置已经有微微渗血，说明金针已经有所松动，所以在2个时辰之内必须逼出金针。那谷主需要我们做什么？烦请婆婆将冥界带入温泉，逼出金针。我会在2个时辰之后回来，在此之前务必完成此事。明白。怪不得谷主要带霍公子一起去巡山，原来是为了支开他。可霍七公子总在谷中走动，一直瞒着他也不是个办法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待第3根金针完全拔出，我自然会告诉他。
子夜，第2枚金针已经催出了。有劳婆婆。最后一根，只剩最后一根。还剩下最后一根，冥界公子就可以恢复全部记忆了。可是第3根金针入脑太深，我没有把握。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没有把握。12年前，我已经失去过他1次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他第2次，所以必须得万分谨慎。可眼下，我没有办法保证，将第3根金针取出之后，他还能毫发无损地活下来。若是有人能够为冥界打通全身经脉，运功开穴，令金针慢慢上浮，便可以助我将第3根金针拔出。霍七公子便是最佳人选。可先前在扬州，他嫁祸给霍展白，又差点杀了他的师父秋水鹤，还诛杀过诸多江湖中的侠士。霍展白素怀侠义之心，对他也是深恶痛绝。我不敢，也不想让他知道冥界就在谷中。我也不想让霍展白为难。早晚有一天，他都会知道。是啊，早晚有一天他都会知道。不仅仅是冥界的事情。我随婆婆去藏书阁拿些医书过来，说不定会有其他的办法。冥界，爷爷，冥界不想杀人的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对，他是为了救我，你们要罚就罚我吧，不要怪冥界。傻孩子，现在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了。那你们要怎么对冥界？难道要杀了他吗？从今往后，魔家村人不得再提起冥界一事。我会将他关押到山顶小屋，不得再出来。走。冥界，冥界，冥界！小月姐姐，小月姐姐！冥界别怕，我们都在这儿呢。我们每天都会来看你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可你们总会走的。把手给我，冥界别怕，姐姐一定不会抛下你的。冥界，小月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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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放开他，放开他，放开他，你放开他，放开他！看了，走吧。
我想起来了，这的确是我的记忆。可是墨家村和远一宫一样，都把我关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。我既然已经从那个小木屋逃了出来，我就绝不会再回去。薛子燕，这人都去哪儿了？一个人都没有。厉血剑，怪不得他要瞒着我。原来谷中的病人是那元婴宫的杀手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的病还没有好，不能到处乱走，快回去休息。是吗？我的病很难治吗？我还在找办法解决。龙血珠在哪儿？告诉我，说！霍展白，霍展白，别伤害他！冥界，你的手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不要伤害他，请你不要伤害他。你怎么能把他带回谷里呢？他想要桐树控制我们，他会伤害你的。他是我的冥界弟弟，他是当年在魔家村救下我的冥界弟弟。冥界，谷主，冥界。冥界，我先带你回药炉简单包扎一下吧。双红，哎，你先带头回房间。好。包扎得很熟练啊！你为我包扎了8年，这点本事，我还是偷学了些的。你有话要说，想问就问吧。是楚谷救我那日，把他带回来的吗？抱歉，我不该瞒着你的。我认出他是冥界之后，就发现了他脑后被3根金针封住了记忆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想办法拔出金针。我原本想拔出第3根金针之后，再同你讲。现在拔出几根了？2根。记忆拔出2根，但他仍想杀你。你觉得他还是你的冥界弟弟吗？当年冥界不过6岁，他不顾性命去保护我，说明他本性善良。这么多年，他只是被长无绝用金针封住了记忆，所以才会杀人如麻。我相信，只要拔出第3根金针，待他记忆恢复，便会改过自新，洗心革面。就算他此刻恢复了记忆，他也不再是冥界了。可如今变成这样，一切都是因为我。
我隐隐有一个猜测：当年魔家村惨遭灭村，若真是元一公所为，那为何元一公偏偏只带走冥界一个人？到底有何图谋？桐树。当年他就是为了救我，才施展了桐术。后来我想，或许是那一夜走漏了消息，所以才引火上身，魔家村遭到了灭村。可这一切都只是猜测，你不必过于自责。那天晚上，是我和雪怀没有来得及去救他，他才被长无绝带走的。是我们抛下了他。像这样的情形，你和雪怀又能做什么呢？即便如此，这么多年，我还是于心难安。唉，说到底，还是长无绝作恶，童也只是被他利用。但你也别忘了，童在元一宫10几年，能从修罗场的搏杀当中活下来，说明他早就变得心狠手辣、冷酷无情。我理解你，他是你的冥界弟弟，你不得不救他。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当心养虎为患。那些话是不是说得太重了？可若是童留在此处，我又怎能放心离开呢？我又能说什么呢？毕竟冥界险些杀了他的师父，我凭什么求得他原谅？婆婆，我可能要在这里面待上个2、3日，麻烦叮嘱双红和风绿，按时替我送一些饭菜进来。知道了。
子夜，怎么？你要量力而行，很多事勉强不得的。虽然药师谷历任谷主都被人称作神医，但是再高明的医者也是人，不是神。有些事做不到，也是应该的，千万不敢像唐老谷主一样。婆婆是怕我步了唐老谷主的后尘吧？是啊，当年我是亲眼目睹了他，为了寻找噬魂散之毒的解法，殚精竭虑，吐血，死在了这藏书阁。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手中还握着药性符。那年他才31岁。婆婆，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你呀，应该学学廖谷主，他现在就很幸福。我一定要找到拔出第3根针的办法。一生要闯过多少关，终究是情字最难。人间的浩瀚，我们如孤帆，飘摇着寻找岸。跋涉过了万水千山，又何惧命运的霜寒？若长夜寂山，我便为灯盏，照破一生黯淡。是因是果是劫是缘是宿命纠缠，前尘如幻此生不堪不该依然。红潮几盏，雪落几晚，前尘往事随夜色阑珊。一生一世一人一心一瞬的温暖，一点一滴一天一年往事片段，聚散悲欢，人世万般，回首望来去风雪从人也无憾。回望也无憾。你们谷主可在里边？我听小程说，他一直待在里边就没出来过。我去看看他。公子，这个时候谷主是不会让你进去的。是啊，谷主几日都没合眼了，连每日送去的饭菜都不动几口，更别提见你了。你们俩怎么不劝劝他呢？谷主向来执着，一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便不思饮食。本就体弱，怎能这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？冥界公子是谷主唯一的亲人了，所以他才拼了命的想把冥界公子脑中第3根金针给拔出来，让他恢复记忆。
从来都是只顾别人，不顾自己。其实谷主已经找到了能够把冥界公子脑后金针拔出来的办法，但眼下谷中唯有霍七公子才能相助。谷主不愿让公子为难，宁愿舍弃此法，所以才在藏书阁中拼命查书。我若是帮他取了针，那岂不是帮了一个险些杀了我师父的魔头？抛开师父一事不说，他可是杀人如麻的杀手，凡是点剑阁中人，必定见而诛之啊！唉，不许动！那个女人说的对呀，她可能只是被长无绝控制，才会满手杀孽。要是帮她拔出金针，恢复了心性，说不定从此以后就放下屠刀了呢。可若是我救了她，她却没能恢复，那她从此以后还是为非作恶。我若是不救她，那个女人定会一直折腾自己的。唉，你说我到底怎么办？霍七公子出事儿了！谷主他……谷主，婆婆，她怎么样了？这次不单单是寒疾发作，更是劳累过度，寒凝经脉。婆婆，把她扶起来。来，你醒醒了，谷主！谷主，子夜，子夜，少虎，我在，谷主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晕倒在藏书阁，你都快把我们吓死了。子夜，你答应过婆婆不会逞能的，你怎么？没事儿，我只是看书看得太久了，不小心睡着了。差点就死了，还嘴硬。你也在这儿啊？我没事儿。谷主，我马上让药炉给你煎药。看我平日吃的那一副就行。恐怕不够，这次非同小可。那就再加天雄5钱吧。天雄乃是大热之物，谷主久虚之身怎么受得了呢？不如去掉1味知母，再加3田肉桂，百合6分，如何？也罢，再辅以龟苓剂即可。是。那烦请霍公子送谷主到药炉。交给我吧。我没事儿。别逞强了，来，慢点儿。
没事了，你们快去忙吧。对了，盛红，你再帮我多拿几本医书过来。可谷主，谷主，别看了，别，快去。你还有事吗？这是茶，甜的，药很苦，润润喉吧。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真以为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呢。你到底还有什么事？你这个女人，真是翻脸不认人呐！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